小少爷，你一定要跟我们回去。你父亲病逝，哥哥入狱，现在只有你才能撑起韩家。当初他怕我抢走大哥的继承权，把我逼出韩家，现在没人继承了，哼，倒是想起我了。真当我是他呼来唤去的一条狗吗？哥，大哥，奶奶，你听我说！给我滚出去！你个废物，给我滚出韩家！不想再见到你！我是京都顶级豪门的韩家二少，因为从小没有哥哥能说会道，便不被奶奶喜欢，于是奶奶就下令将我赶出韩家。奶奶，你少说两句。这样，你给我找的什么女婿，简直猪狗不如！我看不上他，我浪费，把他赶出去！我只要气死你！你给我滚！苏家不要你！滚蛋！之后苏老爷子亲自为我和苏莹下指婚，没多久他就撒手人寰。除了苏老爷子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入赘云城苏家。这3年，我被各种嫌弃辱骂，韩家却始终不闻不问。少爷，你们告诉他，别来烦我。奶奶的生日礼物准备好了吗？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今天苏家亲戚都在，免不了会对你冷嘲热讽，但你给我忍着，别让我丢脸。好。也不知道早点，等下那群人又要指桑骂槐。呀，这奶奶寿宴，你们俩来这么晚，怎么是给奶奶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吗？路上有点堵车。韩三千，今天可是奶奶的寿宴，你就拿这些路边摊的货色来恶心奶奶？这是我在礼品店买的。礼品店？丢人现眼的废物！老爷子让我把女儿嫁给你，真是大哥大怒！哎呀，到底是外来人，怎么可能有我这亲孙子这么伤心？这陈年铺88万，韩三千，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？我哥这个茶饼上啊，随便扣下来一渣渣，都比你的礼物要值钱。你送不起礼物，就别来奶奶这寿宴上丢人现眼。像你这种做窝囊废的，还是回家继续睡吧。差不多够了，你们有钱要怎么显摆是你们的事，但今天是奶奶的寿宴，记者会来，别闹到人前。不是，我有必要在一个废物面前显摆？哎，苏宁夏，你之前不是一直很讨厌这个人，今天怎么还帮他？就是啊，宁夏，他没钱，你还能没钱吗？你要懂事点儿，自己出点钱，长的也是自己的脸。还是说，你也不重视奶奶？你们包藏祸心，却还要踩一下别人。三千，这是我给奶奶准备的礼物，你一个废物也能碰？到底是我不能碰，还是堂哥害怕自己要下毒害奶奶的事儿被我发现？韩三千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啊？普洱越陈越贵，所以成年普洱价格昂贵。可这饼茶叶却是以墨绿和青绿为主，由此可判断，它是一饼生茶。韩三千，你少在这儿混淆视听！我哥怎么会害他亲奶奶呀？你要是再敢污蔑他，现在就报警把你抓起来！韩三千，你赶快给海城道歉！你一个软饭男，给众人惹麻烦。生茶有咖啡碱，对人体肠道刺激很大，老年人肠胃弱，长期使用会碱中毒，重则致死。三千，你胡说八道！奶奶至少有2年没喝茶了，奶奶不喝茶，你送她茶干什么？88万，进你口袋了吧？胡说，我没有！个废物分明是在编故事，别以为自己在网上搜2句话就真的很懂茶。韩三千，你不懂就闭嘴！你少污蔑海超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当什么专家？你分得清好坏吗？妈，我怎么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？什么事儿这么热闹？
妈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苏海超给您送了一饼陈年普洱，3000看出这茶有问题，要不您给看看？够了，苏明夏，他一个废物想出风头博关注，我能理解。你给奶奶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也觉得我会害奶奶？你急什么？这茶有没有问题？奶奶一看便知。还是说你做贼心虚啊？没有，我看看。不是。荒唐！荒唐！这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要诬陷海超？奶奶，您再看看这茶。你以为我年纪大了，糊涂的连真假都分不出？我说它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。安粉钱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妈，您别生气，是韩3000呢不知所谓，在您面前呢当内行。韩3000，还不快给海超道歉！您不是分辨不出真假，你只是不愿意拆穿苏海超罢了。我只是一个赘婿，你怎么会为一个赘婿去伤他的面子？妈，我就不该对你抱有希望，做出这种混账事，还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。韩3000，我是假的又怎么样？奶奶只会帮我，她不会帮你这个废物。奶奶，3000虽然是赘婿，但也是我们苏家的一份子。您这样厚此薄彼，不就是在打我的脸吗？一个扶不起的阿斗，有什么资格跟我叫板？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能做出抹黑自家人、丢人现眼的事儿吗？丢人的是您，不是我。苏家待会来了宾客，个个眼力非凡，您觉得他们会看不出这点猫腻吗？到时候别怪苏家自己让别人诟病。你韩3000，狗屁！既然这里不欢迎我，那我们走就是了。赢下！赢夏，刚刚谢谢你啊。你别自以为是，我之所以帮你，只是不想别人看清我。赢夏，你必须马上跟这个废物离婚！赢夏，你必须马上跟这个废物离婚！要不是老爷子非得让你入赘，就凭你也配娶上我女儿？这些年你害得他受尽了苏家人的白脸，你还整这么一出，你是非得要害死他才开心吗？妈，现在我还不能跟他离婚。赢夏，你疯了吗？你在苏家的地位越来越低，这都是因为谁呀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我没疯。这3年他虽然没有什么出息，但在家里洗衣做饭，任劳任怨，从来没有过怨言。养一条狗都要有感情，何况是一个人啊！而且奶奶也不会让我们离婚，她把苏家的颜面看得比什么都重。赢夏，你难道一辈子都要跟这个废物绑在一起吗？都怪你！你这个废物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以后别让我看见你！韩3000，人人都看不起你，也看不起我。这些年我遭受的白眼与冷漠，你都看在眼里。抱歉，我不想当众人眼里的笑话，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后悔。我想让你改变，3000，你可以为我改变一次吗？好。你说你会帮我搞定王总，拿下一个合作，压苏海超一头，真的吗？结婚3年来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好吧。哎，奶奶到吗？呀，这不是我一怒不服的堂姐吗？你们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死皮赖脸的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啊？怎么又死皮赖脸的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啊？我们是来谈合作的。后悔了就明说，背地里搞这种小动作，根本就不配当我们苏家人。奶奶，这种蝼蚁是上不了台面的。你们根本没有通知我们今天有家宴，不过是巧合罢了。你们不要以小人之腹夺我们的君子之心。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背地里偷偷打听到了消息？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起吧。
这一次，我希望你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先生，您预定的醉月会包厢已经准备好，这边请。哎呀，这月尊会进去可是要验资的，要不是奶奶仁慈，有些人怕是这辈子都进不去。一会儿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别把里面的杯子打碎了，你们可赔不起。我们已经订好了包厢，就不和你们一道了。你订的该不会是那种最低档的包厢吧？你说你，自从跟这废物在一起之后，这生活水平是直线下降啊！谁告诉你们尊月会是你们定的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说你就不应该心软，让他们跟着。你看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他们还在您面前装呢。做人这么不踏实，装模作样能一辈子吗？你们好自为之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预定的红喜阁包厢在那边，尊月会是韩先生预定的。什么？安茜，这包厢怎么是你订的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搞错了吧？他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哪有钱订这种顶级包厢啊？抱歉，苏小姐，我这边显示尊月会确实是韩先生先预定的。我们走吧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奶奶，一定是韩三千那个废物作奸犯科才通过的验资，不然他哪有这个实力？海超，你去查一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，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手段，韩三千得罪了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我们只是出来随便吃个饭，你就订这么豪华的包厢，未免有点太败家了。我们要宴请王总，自然不能太差。而且我一提王总，他们就同意了。哦，奶奶，您突然找我过来，有什么事啊？你们把婚离了，我们苏家不需要一个废墟。奶奶，我不可能和韩三千离婚。苏云夏，我说你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就这么一个废物你都舍不得，怪不得你们能好3人。堂姐，你就赶紧跟这废物离了吧，我们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继续这么堕落下去，所以给你找了一个比韩三千更好的男人。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字面意思。周氏集团的总裁看上你了啊，这就是他送过来的聘礼，赶紧跟韩三千把婚离了去。这个周总啊，他虽然说肥头大耳的，但他有钱有权啊，而且他还承诺会帮衬我们苏家。你要跟他在一起，不比跟这个废物强。苏家的教养就是唆使别人离婚吗？韩三千，我说你家要是没镜子的话，总有尿。要不是因为老爷子，你不然以为凭什么能娶到我们苏家的千金？这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堂姐，反正你都要跟这个废物离婚，不如趁早。你要是看上了周总，你就去嫁，我不拦着。但我不可能跟韩三千离婚，你们以后也休想在我身上打主意。周总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你别不知好。苏家除了夏夏，没人上得了台面了吗？你骂我！韩三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配在我苏家吆五喝六？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滚出我们苏家！以后见着我们呢，乖乖的在地上学狗爬，这样我一高兴，说不定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别太过分，莹夏，我做的这个决定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享受了苏家的荣耀和财富，你就得为苏家付出。他什么时候享受过苏家的荣耀？他所花的一分一厘，都是靠他自己挣钱挣来的。闭嘴！我们苏家的事，你没资格插口。你要是有能耐，你拿钱出来跟我们苏家谈合作呀？什么都没有，猪鼻子里插大葱，装什么像？老夫人，韩家送了好多聘礼来。韩家？哪个韩家？这云城有钱的人没有个姓韩的呀？难道？奶奶，这能送这么多聘礼的，那肯定是金城韩家呀！妹妹，我要恭喜你了。恭喜我？对呀，那整个苏家就你一个人未婚，那不向你提亲，难道向苏银夏提亲？哎，一涵，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韩家人的？你怎么没说呀？京都韩家来给苏家送聘礼，
真是京都韩家，他们没完了。哎，妹妹还不赶紧上前道谢？劳烦您亲自跑一趟。一套翡翠顶级珠宝首饰，一套云顶别墅，礼金9999万。我的天哪！这我们以后要是跟韩家攀上关系，我们苏家就能在云城横着走了。苏一下，你这是嫉妒了。我呢，能嫁给韩少当少奶，而你只能配得上这么一个废物。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我舔舔鞋底，说不定我能大发慈悲待你。韩少什么时候要去？老夫人，这是礼单。苏家现在就剩我一个单身的女生，这聘礼不是给我，难不成是给苏银夏的？你说说你，不仅废物，脑子还不好使。这苏银夏压根就没瞧得上你，还上赶着傻不拉几的出走。那你岂不是整个猪脑子？你韩家什么时候指名道姓说要下聘给你？你又不是韩少，怎么知道韩家不是给我下的聘礼？你居然敢这么侮辱他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韩三千，韩少啊？难道他真是韩少？韩三千，你我是谁你们管不着，但我想问下钟管家，韩家下聘礼会下给这种没脑子的人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韩家选人可没这么垃圾。这聘礼要不是下给我们小孙女的，那是给谁的？韩家只让我在这里送聘礼，没让我在这儿回答您的问题，我无可奉告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应该把谁嫁给韩少？万一出了岔子，这个就不劳您操心了。我们二少到时候自会公开他的新娘。聘礼已经送到，我先行告退。韩超，赶紧送钟管家。好嘞，奶奶。哎，管家，钟管家。人家什么都没说，你就叭叭叭的去接彩礼，你能不能叫点脸，长长脑子，别自以为是。奶奶，我韩家来下聘礼，你觉得韩二少最有可能看上了谁？看上谁也不可能看上你。这韩家少爷又不是傻，怎么会看上结婚的你呢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收了这份心思。夏夏可没那么脑残，老幻想着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。韩三千，你这个废物居然敢怼我！你可别忘了，苏银夏可随时都能甩了你，你就做好豪门弃妇的准备吧。苏一涵，我要不要离婚是我的事，轮不到你在这里苟着。你居然骂我是狗？那也是你自取其辱。我劝你俩识趣一点，现在跪下来写狗叫哄我开心，到时候等我接手了苏氏集团，可以勉强分你们一间佣人房，并且不计较今天的事。苏家的继承人还没定呢，你这话未免言之过早了。怎么，你们俩不是还想继承苏氏集团吗？就凭你们两个废物也配。苏一涵，你适可而止。没实力呢，就夹着尾巴做人。爱叫的狗容易挨打。你说的改变，我希望不是一句空话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他们没有几天可以嚣张了。韩三千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妈，等一会儿他来了，你得好。我让人送的聘礼，你满意吗？
韩三千，你奶奶跟你说话了，你这什么态度？要不是韩家没人了，你们能想到我？你不配做我的母亲，她更不配做我的奶奶。韩三千，别忘了，你可是韩家的继承人，继承韩家，壮大韩家，这是你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不然，你可就别怪我们对苏银夏动手。你敢动苏银夏，我不介意让韩家灭门。所以，你这次过来是要跟我们宣战？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告诉你们，我可以回来，但我不是为了你们。既然你愿意回来，那我就在云城成立一家新公司，由你来负责，你好好管着，我不会动苏银夏。韩家都到这一步了，你居然还质疑我的能力，要开家新公司来考验我？哪怕你现在是韩家继承者独苗，我也不会把韩家交给一个废物。是不是废物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会用行动证明你们当年的决定有多离谱。妈，你看他是什么态度？他这。今天我就让你俩滚出公司。韩家在云城成立了弱水房产，我们要和他们达成合作，我们就能成为云城一线家族。所以，我们苏家绝不放过这个机会。奶奶，我们所有方法都试了个遍，可是到现在我们连弱水房产负责人的影子都没见到。我真的得怀疑南氏上次给咱们家聘礼的动机。我看他们就是故意吊胃口，只要他们还没敲定合作方，我们苏家就有这个机会。可是你没学过守株待兔，我就不信我逮不着他们。奶奶，合作看的是彼此公司的实力。哼，守株待兔，咱们苏家又不是什么重案组，传出去不被人笑话。奶奶，既然韩三千这么说，那他肯定有更好的法子。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不如这次的合作就让宁夏去谈吧。苏宁夏，你是我们苏家的，吃苏家饭，你就得为我们苏家排忧解难。这分明是推我去做挡箭牌。夏夏，争取这次机会。宁夏，你愿意吗？奶奶，他肯定不愿意，毕竟要担责，他们夫妻俩最多嘴上称臣。奶奶，我愿意。哟，答应的这么痛快，这合作可不是你说两句话就能谈成的。这要是签约不成功，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？不是你让夏夏答应这次合作的吗？怎么，怕合作成了，抢了你的风头？胡说八道！我是怕他不上心。奶奶，要我说，就找个保安跟着他。就是，免得他不把这事放心上，还耽误商机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和夏夏答应了，自然会去做。到时你们是何居心？还派人来监视我们？我也是为了公司好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不会真被我说中吗？故意答应，然后再把合作给弄好。苏海超，有你这样扣帽子的吗？行了，你带一个人跟你一起去，遇到什么事儿，多个人多个帮手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谈下这个合作，让你们刮目相看。苏云夏这是脑子让玩家，我们职场老手都谈不下来，他凭什么认定自己可以？肯定是借此证明自己来继承苏家。要是失败了，我看他怎么跟大家交代。苏云夏，话别说得太满，这合作可不是你三言两语就能谈成的。那如果成了呢？你们要是谈成了，那我就给你们俩端茶倒水。但是你要没谈成，
苏一下，以后你就给我往里面出。好，记住你说的话，我们走。苏银夏，别说你没这个本事，就算你真有，我也不会让你成功。哥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笑成这样。这是老马给我拍回来的视频，韩三千跟苏银夏还真跑弱水房城去，还合作了。他们不是说奶奶的方法不好吗？自己还眼巴巴的跟着去，真不要脸。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把苏银夏彻底赶出苏家。那要是他不肯走怎么办？那就由不得他了。不过一涵，到时候我还需要你的配合。哥，你就放心吧，只要能把他赶出苏家，别说让我配合，就算让我动手，我也义不容辞。那倒不用，只要你我兄妹一条心就行。那是肯定的。韩三千那个废物，让我多少次才不记头？这一次，不仅要把他赶出苏家，我还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放心吧，弱水房产的负责人是我的老同学，我都跟他说好了，你上去直接签就行。直接签合同？他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吧？当然不会了，他可是我的铁哥们儿。韩三千，我能信你吗？能。大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在这儿等着，不用跟着。谢。我，呀哈，钟管家是你同学？不是。苏小姐您好，我呢是城西项目的负责人，今天我们总裁不在。很荣幸啊，与贵公司能够合作。有任何问题，您直接跟我沟通就可以了。我们没什么问题。钟管家，这是我准备的文件，要不您先看。哎，不用，我们总裁啊亲自交代，这个项目跟您直接内签就可以了。这是合同，您请过目。没问题的话，您就在左下角签字就可以了。钟管家，您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呀，当然没有了，这些啊可都是我们总裁亲自交代过的。他失败的。哟，韩三千，你说你一个人废物也就算了，还得拉着苏银夏一起出去对人，怎么样？合同没谈拢吧？堂姐，要我说啊，你就赶紧跟这个废物离婚，跟周总在一起，至少周总可不会像他一样也会拖你后腿。谁说我们没谈拢啊？韩三千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啊！哥，他们这次赌输了，你可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公司，可不能心软留下这俩害虫。这么着急赶我们走，看来是早有预谋，真不怕落人口舌。你们两个废物一走，我苏氏集团直接少2只蛀虫，大家庆贺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怪我？
我说你们两个人是自己走呢，还是我让保安撵你走？该滚的是你。堂姐，你说你跟这个废物能带来什么呀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一个二婚，周总没嫌弃你，已经是800次修来的福气了。苏一涵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和韩3000离婚，更不会离开苏氏集团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保安，把这2个人给我赶出去！你没资格动我们。合同你们谈的怎么样了？奶奶，他们2个就是狂妄自大，合同根本没谈成。我们苏家不需要这样的废物，赶紧把他们赶走吧，免得坏了我们苏家的名声。韩3000，我已经给你最后的机会了，只要你愿意给赢下掉，我可以给你一笔补偿，我不追究你的责任。奶奶，夏夏，把合同给奶奶看。奶奶，这是合同，您过目。你们签约成功了。好啊，韩3000，你居然跟苏银夏弄一份假合同来糊弄我！就是呀，他们连若水房产的总裁面都没见到，怎么可能随手一出就是一个成功的合同啊？没错，我的确没有见到若水房产的总裁。韩3000，你可算是承认了，你为了不被赶出我们苏家，竟然出了这么个主意，你当我们傻呀？他这个废物离开了苏家，连温饱都是问题。这样吧，韩3000，你现在去发一份离婚声明，并且说明你是废物，这样日后兴许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你们别太过分。你们不仅蠢，你们还瞎。若水房产是韩家在云城的分公司，谁敢造他们的假？韩3000，你敢骂？我们的确没有见到他们的总裁，但我们也见到了钟良，这个字就是他签的。我和韩3000不是傻子，更不会欺骗奶奶。造假合同这种一眼就戳破的事情，我们根本不会做。我们都办不到，他一个废物怎么可能？因为你比那个废物还不如。韩3000，你别太嚣张。城西的项目，我们真的是全材料供应商。明天钟良会来我们公司，到时候是真是假，不都知道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办得不错。苏大少爷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的还要我给你端茶倒水？韩3000，你别太过分！你一个废物，凭什么这么欺负我哥？我们输了就得滚，你们输了就可以耍赖。原来苏家的教养就是区别对待别人呀！给我闭嘴！我苏家的是非还轮不到你一个废物来指手画脚，是吗？那我们把若水房产的合作退了吧。你敢？哼，你们不过是运气好，刚好撞上钟管家来负责这项目。这要是换我们苏家任何一个人，钟管家都会给面子的，还把自己当功臣。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。明明是他苏海超逼我去谈合作，现在合作谈好了，反倒是怪我了。行了，愿赌服输。奶奶，夏姐，韩哥，喝茶。这次算给你一个警告，下次再敢欺负夏夏，就不是这种结局了。今天看在奶奶的份上，我先低头，
但你们别得意太早，以后你们别想有好日子过，我迟早玩死你们。奶奶，我和夏夏先走，准备一下明天洽谈的资料。去吧，有什么需求尽管提。这次跟弱势房产的合作，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。你们都走吧。奶奶，你真要把这次合作交给韩三千他们吗？合同是人家签的，当然要交给人家负责。奶奶，你可得三思啊！这苏云夏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个女人，而且跟那个废物在一起3年，这恐怕很难在公司建立威信。有话就直说，别给我打哑谜。奶奶，他不过就是我们苏家一个赘婿，一个外姓人，哪有什么资格来插手我们苏家的家务事儿？对呀，奶奶，你想啊，他韩三千这3年一事无成，他恐怕这次让他尝到的甜头，可能会设计吞掉我们苏家的产业。可不是啊，奶奶，你这辛辛苦苦守的家业，到时候要是一个废物钻了空子，我们可得未雨绸缪啊！对呀，奶奶，你想啊，他合同既然已经签了，那换一个负责人也没有关系。我怀疑他隐忍那么多年，就是在赌一个契机，想要吃咱们苏家的绝户。就凭他一个废物，还想觊觎我们苏家的财产，真是痴人说梦。海超，这项目由你负责，我马上给苏迎夏打电话。好。你进来干什么？这有烟，先出去吧。韩三千，我这次拿下弱水房产的合作，谢谢你啊。你我是夫妻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你拿下合作，以后也能在苏家撑起腰杆子说话，我也能好过一点。话是这么说，但都是你的功劳，我苏云夏也不是不知感恩的白眼狼，还是要谢谢你。这是我答应你的，以后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好。你把这次合作的资料全部移交给海超，以后跟弱水房产的后续合作由海超全权负责。奶奶，好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起你就给自己放长假吧。奶奶，我肯定是苏海超在搞鬼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个项目不能给他。放心，这个项目不是他们想吃就吃得下。苏海超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苏影夏，我告诉你，你跟韩三千那个废物，这辈子只能被我苏海超死死的踩在脚底下。苏海超，这个项目是我谈下来的，你简直无耻！那又怎么样？奶奶让我负责这个项目，你敢有意见吗？啊？不过我也得感谢你，这个项目要是没有你，我还接不到呢。你这辈子注定是碌碌无为，不过这样也挺好，混吃等死，还不用。苏海超，你简直是厚颜无耻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韩三千欺负你了？是韩三千欺负你了吗？奶奶把弱水房产这个项目换成苏海超了。什么？苏海超这个混账东西，居然抢了你的功劳！不行，我去找他理论。妈，奶奶决定的，你找他也没有用啊。每次都是我们妥协，难道我们一辈子都要被他骑在头上吗？韩三千，你太窝囊了，你根本配不上我女儿。妈，韩三千说的对，就算你去闹了也没有用，
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？这合作是你辛辛苦苦谈下来的，却给苏海超做了嫁衣，你就甘心吗？放心，这个项目只有夏夏能做。韩三千，这是合作，合作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，不是你张嘴说两句话，这合作就是你的了。你不说话，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。妈，这个事情我们会处理的，你就别操心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对不起啊，我妈不知道弱水房产的项目是因为你才谈下来，所以才……我要是介意的话，早就走了。你每天遭受这么多白眼和嘲笑，当真一点都不在意？你承受的比我还多，我有什么资格在意？明天别想那么多了，教你这么做。你这样。哥，只要钟管家接受你是新的项目负责人，那我们就算成功了第一步。你就放心吧，合同都签了，他不接受也得接受。苏家继承人的位置是非我莫属，况且韩3000那个废物的伴侣，我苏海超会比他差？哎呀，到时候我们在公司的地位肯定比那个苏银夏要高，到时候我们在公司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了。张楠，钟管家，你好，我叫苏汉超，是本次项目的新负责人。苏小姐，我姐她生病了，所以接下来的项目呢，由我哥来跟你负责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等苏小姐病愈之后，咱们再谈合作吧。钟管家，这件事情我负责也是一样的，我的能力肯定比苏一夏更强，跟贵公司的合作。行了，想跟我们热水房产合作的多的是。既然你们苏家没有诚意，那我想这件事我应该赶快先去上报总裁，再跟考虑。钟管家，就这样。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没想到这钟管家态度这么强硬，这要让奶奶知道，非得打死我们。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去找苏银夏？不行，昨天才在他面前耀武扬威，现在去找他，我等于打自己脸。钟良怎么没来？奶奶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们把他得罪了？得罪了也应该是直说不合作，而不是让你俩回头交差。林董事说的对，是不是钟良今天没空来了？他来了，但是没见到苏银夏，他生气就走了，还说什么？他说要重新考虑跟苏家合作。胡闹！这一次对弱水房产的合作，多少人虎视眈眈，是苏银夏他们好不容易谈下的合作，却被你们给我搞砸了。奶奶，这也不能怪我们啊，肯定是韩3000是他搞的鬼。对呀，奶奶，肯定就是韩3000，所以钟良才临时变卦。苏海超，要是这一次我们不能给弱水房产合作，你们兄妹俩就给我滚出苏家！奶奶，这合同都签了，他总不至于反悔吧？就算人家把委任书送到你跟前，你敢伸手拿吗？那可是韩氏集团的子公司。现在只有苏银夏才有机会挽回这个局面，你们给我看着办！苏银夏，让他去公司见我。夏夏病了。病了？我看他就是在装病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不让苏银夏去公司见我，公司出了事，你们两个废物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奶奶说了，
他现在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现在请你出去。你这个垃圾，居然敢赶我走！这是我家，你跟条疯狗一样冲进来，为什么不能赶你走？韩三千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我再给你说一遍，让苏宁夏出来见我。求人就要有情人的态度。奶奶难道没有跟你说清楚搞定合作的下场吗？这韩三千，你是不是他妈听不懂人话呀？他现在病了，这个家暂时由我做主。他现在不能见人，再不出去，我就叫保安了。哼，韩三千，你还有没有一点男人的尊严？一个靠着女人吃饭的浪费，这可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苏银夏给你戴绿帽，不然你以为一个女人家怎么谈下跟若水房产的合作呢？啊？去你的！去你的！你再出言侮辱夏夏，我要你生不如死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这个废物女婿，他打我，我一定要告诉奶奶。韩三千，你居然敢！他出言侮辱夏夏，他说夏夏出卖身体才换来的合同，你说他该不该打？好啊！啊！你居然敢这样说我女儿，老娘我今天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二婶儿，我错了，就再给我一天！你赶紧给我滚！我家不欢迎你！气死我了！我怎么感觉这个废物好像变了？真乖。哥，你不是去找那个苏银夏了吗？怎么伤成这样回来了？怎么回事儿？哎呀，奶奶，韩三千那废物他打我！这废物靠着女人吃软饭，还敢打我们自家人，你谁给他的胆子？奶奶，这事可不能这么算。这个韩三千真是太猖狂了。苏银夏呢，就没替你说两句？压根就没见你。他说苏银夏病了，我说这好端端的怎么可能生病啊？我看他就是在装病。我看他就是不想帮我们自家人，这种人他就应该……行了，少说两句。看来我得亲自去一趟。奶奶，凭什么呀？您可是一家之主，您现在要过去，那不就正中他下怀了？而且他有可能拿合作的事拿捏你。就是啊，我不去，你们谁能让他继续跟若氏房产谈合同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这事儿万一人家找了另外的合作商，这事儿就没有挽回的余地。让开！哼！奶奶，妈，哎呦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呀？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好，或者呢，我上门咱们俩面谈也行嘛。快进来坐。妈，你坐。我是来看看银夏，听说她病了。银夏呢？他怕传染你，所以在房间。他没病。韩三千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银夏她就是生病了呀。妈，你别听韩三千瞎说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奶奶，我就说苏银夏是装病的吧，您看看。你说他没病，什么意思？夏夏是项目负责人，他搞定了若水房产的合作，是苏海超搅黄了这个合作。他无能，但你有问题，因为是你改变了这个决定。我韩三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敢质问奶奶？奶奶，你来找夏夏，是因为忠良只和夏夏合作。你这么做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就不怕我一怒之下取消这份合作，也要把你赶出苏家门吗？当然有这个可能，但这样苏家会面临非常大的损失。您操持苏家这么多年，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哼哼，你就这么吃定我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想让你重视一下夏夏。之前有不对的地方，我给你赔罪。奶奶，我看他们就是狼子野心，故意拿这件事要挟。妈，没有，这是你的主意吧？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韩三千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
我的初衷是为了苏家。赢夏呢？三千，我刚刚和仲良谈过了，他愿意和苏家继续合作。奶奶在这儿，她听到这个消息，这会儿非常开心。赢夏，你辛苦了，这2天有时间回老宅吃个饭吧。谢谢奶奶。韩三千，你最好不要对我们苏家有半点觊觎之心，要是有，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。我是绝不可能让你得逞。你放心，我对苏家的财产没有任何兴趣。慢走啊！韩三千，这是你和赢夏计划好，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？妈，这么些年了，你在苏家遭受这些屈辱，你不想发泄一下吗？当然想，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瞧不起我和赢夏，处处排挤我们。尤其是你和赢夏结婚以后，我们遭受的屈辱就更多了。以后苏家的亲戚不会再嘲笑你了。这一次，夏夏手里的项目，至少能让他和苏海超在公司平起平坐。三千，这次的事多亏了你，不然我还要继续被奶奶拿捏，那样我在苏家的地位也只会越来越低。我答应过你，就不会食言。我们好好过日子吧。现在不觉得我软弱无能了？以前，与其是我嫌弃你软弱，不如说是嫌弃我自己。我在苏家如狼似虎，想要挣扎起来，又谈何容易？你也不用妄自菲薄，比起苏海超和苏一涵，你已经很好了。你还是第一个这样夸我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云顶别墅要拍卖了，也不知道哪一家权贵能买下这里，那可是顶级豪门的象征啊！是呀，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呀！怎么了？奶奶一直想住进云顶别墅，觉得这样才算是真正进入了上流社会。我在想，要是我也能住进去就好了，也算是对我的一种激励。你会的。我就是想想，要是能住进去，我做梦都要笑醒。你要相信自己，如果连做梦都不敢，梦想怎么会实现？三千，我发现你现在说话怎么开始油嘴滑舌了？小少爷，想尽一切办法把云顶别墅拍下来。小少爷，这韩家的钱只要能让您发展公司用。我从小就知道韩家是我哥的，所以我利用韩家的人脉，在外面不断敛财。16岁就有了自己的公司。您在韩家负责的，应该是和丰谦公司的合作吧？丰谦公司，丰谦公司的董事长秦林跟我深交多年啊。董事长，提线木偶罢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叫丰谦吗？我名字头上这一竖，是悬在韩家头上的一柄剑。从小就在为自己铺路，这个心机城府可绝不是韩家大少爷能比的，韩家恐怕要变天了。少爷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说出去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云顶别墅拍下来。是。好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这一次多亏了我们赢夏，我们苏家才拿下了弱水房产的合作。奶奶，我也是苏家的一份子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不过这次也多亏了3000，主要还是现在的策划跟努力。什么呀？有本事买下云顶别墅的楼王呀，少说两句，云城有这个实力，竞拍云顶别墅的只有3大豪门，我们苏家还要继续努力才行。奶奶，这万一要是韩家帮忙呢？我猜呀，是韩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。毕竟韩家不需要用云顶别墅来证明身家。哎呀，
他迟迟不肯出现，这也难说。也不知道韩家看上我们家哪位姑娘了。奶奶，那肯定是我呀，我才是我们苏家长得最好看、最有能力，而且还唯一单身的女孩子了。那天钟管家说的话你忘了？那说不定是韩少他忘记说了，而且再说了，这苏家除了我还能有谁啊？难不成他还真看上苏银夏了？总不能这短剧照进现实，韩家给苏银夏买套云顶别墅吧？说不定是呢。韩三千，我还真第一次见到一个男人这么迫不及待给自己戴绿帽子，你该不会这么想让他？苏一涵，你别太过分。夏夏，咱不跟智商不够的人一般见识，毕竟不是同类。韩三千，一会儿再说一遍。到底是智商不够，还是你痴心妄想？他苏银夏能住进云顶别墅，那韩家二少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恋爱脑。我说能住就能住。三千，你别没事。你家要是没镜子的话，你就撒泡尿照照自己。他苏银夏要是能住进云顶别墅，那我就跪下来叫你爹。那你可得准备好。什么？什么？竞拍成功了？哼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哥，多少钱啊？8900万，而且还是被一个神秘买家拍下来的。厉害，说不定你还真猜对了。奶奶，我们苏家还真有机会住上云顶别墅，而且还是楼王。哎呀，我也希望他快点出现。为了这事儿呀，我都失眠好久了。来来，大家吃啊！别停啊！有些穷人啊，就爱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还说让苏银夏住云顶别墅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哼，这样吧，我刚才说的话依旧算数，只不过韩三千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读赢。既然你这么想叫我爸爸，那我成全你，把云顶别墅的房产证送过来。三千，你别乱开玩笑。我以前只是觉得你是个废物，没想到你还挺喜欢演戏。那你怎么不去娱乐圈呢？奥斯卡都欠你一座小金人。韩三千，这胡闹也该有个限度吧？奶奶，三千他就是在开玩笑，你还不快给奶奶道歉，不然待会儿你从哪变出一套云顶别墅？为什么要变？我本来就有。能力不大，口气不小。你今天要是不把云顶别墅送过来，那你就跪下来叫你爸。你可千万别后悔。你别光耍嘴皮子呀，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嘛。韩先生，韩先生，这是您云顶别墅的房产证，我给您送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几千万的云顶别墅，韩三千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有？这不可能，这明明韩少买给我的。三千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一会儿和你解释。现在该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。我怎么知道那房产证是不是假的？一定是你跟钟管家串通起来，一起来骗我。钟管家，这韩三千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他没有给我钱，那就是他手上有你的把柄。就是，这别墅价值那么高，这个废物就算不吃不喝100年都买不起啊！韩先生买不起，我们弱水房产也买不起吗？钟管家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别墅是韩家送给韩三千的？这怎么会平白无故会送他云顶别墅？前2天韩老夫人受伤了，我帮助了她，这是她给我的报酬。这要让老夫人知道小少爷咒她，可不得挤进医院。我让他们上面写着你的名字，看看。真的吗？这是真的，我太开心了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以后你就是云顶别墅的女主人了。哎呀，我的赢夏呀，你可真有出息。
钟管家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？我要亲自登门向韩老夫人表达我的心意，顺便打探一下这韩家二少到底看上我苏家哪位千金了。我们老夫人不轻易见客，既然房产证已经送到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只不过是走了点狗屎，有什么好得意？苏海畅，给我跪下！刚才只是开了一个玩笑，谁知道你还真有。就是韩三千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连这点玩笑都开不起，你不配做我们苏家人。玩笑？如果3000今天拿不出房产证，你们只会硬逼着他下跪，甚至还会做出更过分的事。轮到你们，就开始耍赖。你们以后要是玩不起，就少逼逼赖赖。苏家除了你们2个蠢货，真是苏家的不幸。苏家，你别逼人太甚！你说我逼你？好啊，你今天如果不下跪，这事没完。以后弱水房产的合作，你们自己谈。你够了，自己下的赌注自己去兑现。不兑现你就给我滚出苏家！奶奶，爸爸。哎，以后你再对我和夏夏出言不逊，就不是你跪下叫爸爸这么简单。夏夏，我们走。你们以后都给我把自己的嘴管好，要是管不好，损害了苏家的利益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哥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完。3000，你给我等着！3000，你真的救了韩老夫人？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？是未免也太玄幻了。前天在街上碰到韩老夫人，突然发心脏病，我及时给她送到医院，才活了下来。她说我长得像她小孙子，死活要报答我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幽默了？3000，我从来没想过我的梦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，真的谢谢你。但这云顶别墅太贵了，给你吧，这本来就是你的。这些年你因为我受了不少白眼，可你从来都没想过离婚，对我来说这就够了。你这个败家子！1000万的云顶别墅就这么随便送人了？你现在马上给我拿回来，不然你就给我滚出韩家！她是我的妻子，我给她买房天经地义，你们没有决定的资格。果然是个不服管教的混账，你连君君的脚趾头都比不上。要不是君君出事，你以为我会找你回来继承韩家？我的钱，我想怎么花怎么花，旁人没资格管我。你要是觉得大哥厉害，就麻烦您动点手腕，把他捞出来，继承您的家产。你以为韩家非你不可？正好，我也不想要。您老人家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我还得回去给夏夏做晚饭。你个没出息的，你给我滚！妈，吕东器，您的血压呀，可不能再升了。绝不能让这个败家子这么继续放纵下去，我必须得想个办法，否则我们韩家都得败在他手里。妈，3000他花自己的钱应该没事吧？你懂什么？现在只是几千万，以后就是上亿，一旦开了这个头，就是个无底洞。哼，他没有那么没节制吧？你看
看他那没出息的样，堂堂韩家男子汉就给女人洗衣做饭啊！这传出去，我这老脸都要丢光了的。韩三千从小就叛逆，现在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韩家一旦落到他手里，肯定会报复我们。妈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必须得想个办法。韩氏集团必须得由君君来继承。妈，那君君还在牢里呢呀。他们俩不是长得挺像吗？不如……你们谁啊？放我！放我！你们谁啊？啊！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求求你不要杀我，你有多少钱我都给你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听说你跟韩三千有过节啊？您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与你无关，你只要按照我交代的去做，我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但你不愿意与韩三千为敌，现在就可以走了。韩三千那个废物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弄死他！你过来啊！啊！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给您办妥。事儿办成，苏家家主的位置我会让你坐。行，那以后我就是您的一条狗，有事您随便吩咐我。韩三千，这一次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欢迎光临。你送了我这么大的礼物，我得好好谢谢你。今天你看你喜欢什么，我都买给你。我们是夫妻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送你东西是应该的。你怎么这么好？呀，这不是我那穷酸堂姐堂姐夫吗？怎么，你们也好意思来这云城最大的奢侈品商场？到时候没钱买不起东西，那可就丢脸了。你是蛆吗？怎么张嘴就喷粪？不会说话就别说话，没有人把你当哑巴。你以为有人给你买个别墅就高高在上了？你要是没钱，到时候连物管费都交不起，被人撵出去，那可就贻笑大方了。那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走吧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和他们闹翻的时候。我交代你的完事，只要办到了，那苏家就是我们的天下。哥，这事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让你们再嚣张一会，以后有你们。这套你穿一定好看，去试试。呀，这衣服可真好看，姐，你是要买给姐夫的吗？你要是没钱的话，我可以替你付啊。苏一涵，你又想整什么幺蛾子？好狗不挡道，赶紧给我滚开！哎呀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刚刚是妹妹不懂事儿，这就当我买给你，给你赔礼道歉。不用了，导购。先生你好。刷卡。好的。哎呀，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川剧变脸都没有你那么快，你真以为我们会蠢到相信你说的话？好吧，其实我就是想去云顶别墅看看。之前光听说云顶别墅有多豪华，我还从来没去见过。不行。哎呀，大家快来看啊！我这个姐姐，她现在有钱了，就不管我这个亲妹妹了呀！你还要不要脸？明明是你！大家快来看看呀！我姐姐她是过了好日子，就不管我这个妹妹。撒开！哎呀，姐夫，你好狠的心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哎呦！都说狗不嫌家贫，子不嫌母丑，这异母同胞的亲妹妹不帮扶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动手打人了？
士，快报警，让警察把这对黑心干抓走。可以报警，调监控，看看他到底要整什么幺蛾子。不行，不能报警！没事吧？我先去追他，你在这等我。你一定要把我的手机追回来，谁知道他会拿我的手机做什么？韩三千，你还真跟狗似的，我不过略施小计，你就摇着尾巴就过来了。手机给我。想要啊？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韩三千，今天即便是大罗神圣，也救不了你。原来你们今天闹这出戏的目的是这个，可不止于此。动手！这队伍居然还会点拳脚功夫！哎，我真是小瞧你，难怪那老太婆让我多带几个。哥，该不会让他逃了吧？今天不论死，一定要逮住他！你们不许动他！三千，三千，你醒醒！你们竟然敢把他伤成这样！我要报警！我要让你们都坐牢！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真爱呢。我这还没去找你麻烦，你倒上赶着来送死来了。那这样，我好人就做到底，我今天就送你一程。你们这样是违法的，就不怕警察找过来吗？要怪就怪韩三千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动手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苏云夏，这次我要你们两个死无葬身之地，从此苏家就再也没有你们两个好骗鬼了。哦。夫人，我们这边查到大小姐跟韩先生是在商场后面消失的，一路追过去，发现小巷里的监控都坏了，没有拍到最后的画面。这好端端的两个人，怎么突然会消失呢？他们最后接触的人是苏一涵，所以这事跟他有关系吗？韩三千才送了云影别墅给赢夏，转眼这两个人就出事了，这事儿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你让人去查，哪怕翻遍整个云城，也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，不惜一切代价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咱家这日子好不容易才过得好一点，怎么就能出这样的事儿？天要亡我！不行，我必须得去找舒一涵。快点！三姐，是你们！夏夏，夏夏，夏夏，你没事吧？夏夏，他好得很，你现在应该担心你自己。把我绑到这儿，到底要我做什么？三姐，三姐，你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受伤？疼不疼？三千，你赶紧给你奶奶服个软，她是不会伤你的。绑架自己的亲孙子，把我打成这样，而且还要我跟他笑脸相迎。哼，这些年我一再忍让，让你们觉得我好欺负的错觉是吗？我是你的亲奶奶，长幼有序，别一见面就跟吃了炮仗似的。你也配我跟你好好说话？他们是你亲人，这是我高高在上的奶奶，还有一心为我好，却从来不为我说话的妈。三千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跟你奶奶那也是为了你好，不想让你走弯路。哼，我不想跟你做这些无谓的争执。你哥还在监狱受苦，你替他去坐牢，反正你们俩长得也挺像，
整整容看不出来。他做错了事，在牢里改造，再苦再累，那是他该受的。你居然还要我替他坐牢？难道我不是韩家的血脉？难道我不是人？你要3000去替他哥坐牢，不行！韩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她是我韩三千的妻子，还有资格替我做检测。3000，你奶奶那也是为了咱们韩家好。你说你哥哥要是不回来的话，所以就要牺牲我？他迂腐无知。你呢？这我不是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儿子吗？为了韩家，你牺牲一点又怎么了？啊，我倒想把韩家交给你，但你一出手就是几千万。你要拿这几千万去谈合作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但你偏偏拿着几千万去买房子，却只为哄一个女人。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不争气。云顶别墅不是韩老夫人送你的吗？我韩家几千平的宅子，还住不下他这个不孝子孙，还用我送云顶别墅给他？与其让你败光韩家，不如先出手一步。所以你是韩老夫人，那你是韩氏集团少爷？对，他就是韩家2少。识相就赶紧劝他去替他哥坐几年牢，等他出狱，我们韩家还会给他有一席之地。我是不可能替他坐牢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3000，你就服个软，你去替你哥把这几年牢给坐了，等你出来，你还是我们的好儿子。到时候让你哥给你再分点股份。再说了，苏家这个丫头，她这几年要是没有变心的话，也就说明她是真心的喜欢你。到时候你再对她好，那我们绝无二话。你现在动不动就用钱去砸，谁知道有没有歪心思？我没有。他再有歪心思，也没你们肮脏啊！韩3000，既然你不听话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你们给我打到他服软愿意为止。3000，住手！你让开！你们不许打他！3000，你赶紧给奶奶道个歉，要不然她真的会打死你的。他最好今天是能打死我，不然我要让他亲眼看着韩家怎么一点点的覆灭。好得很，我看你的嘴有多硬，继续给我打！夏夏！3000，你们放开我！妈，这怎么说？这3000也是您的亲孙子，你可别慈母多败儿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你给惯的。再敢多说一句，连你一块打！3000，住手！你没事吧？疼不疼？别哭，别担心我，这里的事以后再跟你解释。韩总，你没事吧？秦董事长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这个不孝子不听话，让你看笑话。我可不是看笑话来。那你是？难不成这个败家子还认识秦林？我是来救我丰谦集团掌舵人的。什么？掌舵人？哈哈哈哈！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韩3000就是个不成器的废物，你千万可别被他给骗了。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废物，可韩家这几年的合作是怎么靠丰谦集团得来的？你比谁都清楚。不，这不可能。说，你是不是用什么方法威胁了秦董事长？3000，如果真的像你奶说的那样，你赶紧的给秦董事长道歉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可真的是万劫不复。他的势力那可是在咱们韩家之上呀！就算他做了威胁人的事情又怎样？你是他的母亲，你非但不向着他说话，不维护他，还让他去道歉，
你到底是不是韩三千的母亲？我还没承认你这个儿媳妇儿，你有什么资格插手我们韩家的事儿？不需要你的认可。哼，既然你这么不孝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秦董事长，韩三千给你承诺了什么好处，我双倍给你，但他必须得由我处置。就算10倍的价格，你也没有资格处置的。奶奶，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，那你就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你心爱的韩氏集团是怎么被我一点一点的吞掉的。你这个废物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吩咐下去，停止与韩氏集团的一切合作，收复韩氏集团的所有合同。是。通知下去，暂停跟韩氏集团合作，收购韩氏股东手里所有股份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演多久的戏？丰谦集团就算再实力雄厚，想要吞下我韩氏集团，也绝不可能。好，那就拭目以待。老夫人，我们所有的合作都暂停了，不单单是跟丰谦集团的，还有其他的项目。什么？老夫人，您没听错，其他股东手里的股份已经被人高价收走了，现在对方手里的持有股份已经高达52%了。妈！你这个不孝子，竟真敢对韩氏下手！这些可是你爷爷留下的产业和心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？提起你们绑架我，让我去替我哥坐牢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这些年我在韩家受到的屈辱，是时候一并清算了。三千，你奶奶那可是为了你。从你们将我赶出韩家，抛弃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亲人。你非要逼死我们才甘心吗？死太便宜你们了！我要让你们活到最后，亲眼看见你们最心爱的韩军将牢底坐穿，最爱的韩氏集团土崩瓦解。我们走。三千，你不要不管我呀！我可是你亲妈呀，三千！苏一涵也故意拖着我，这个疯狗！他们现在已经消失24个小时了，警察那边也有消息。宁夏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。苏一笑和韩三千怕是回不来。苏一涵，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宁夏跟三千他们在哪儿？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我可没对他们做什么，是他们自己呀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恐怕现在已经生死未卜了吧？哼，那2个废物死了才好。妈，宁夏也是，你不能不管。他在外面惹了祸，差点伤了我们苏家，他们就是死，也是他们活该。就是啊，二婶，韩三千那个废物，他不知天高地厚也就算了，那苏银夏也跟着胡闹。哎，我说你就别惦记了，你就想想以后该怎么办。不可能，我的银夏不会的。哎，对了，二婶，反正韩三千跟苏银夏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你不妨直接把这云顶别墅过户给我们，以后我们苏家在云城就能更上一层楼，这样你也能跟着享光不是？反正这别墅也是空着，还不如让我们奶奶也享受享受。赢下生死未卜，你们却把主意打到了云顶别墅身上了。妈，你就这么宠着他们吗？一涵和海昭都是为了我们苏家，难道你不想让苏家蒸蒸日上吗？你们这是强盗！这云顶别墅是韩三千送给赢夏的，你们谁都不想抢走。二婶，那你这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你就不能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来人！
简直不是人！你们谁要敢动这云顶别墅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江南，你别不知好歹，为了苏家，区区别墅你都敢让出来！你说的这么多好听，你一而再的不带着影响，甚至爸爸那个废物韩三千睡他的时候，你还一再的出征。他有说过你一句不是吗？他为了苏家辛辛苦苦付出，难道还不够？要不是奶奶，这苏云夏能嫁给韩三千，能享受这云顶别墅，也不知感恩就罢了，居然还怪我们奶奶。果然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奶奶，要我说，他们这种人就不配住在这云顶别墅这种顶级豪宅。江安，你要是同意，我就让人给你安排房间。你要是继续的闹下去，可别怪我这当妈的心狠！哼！你们今天谁要是敢硬来，我就立刻马上报警！控制住他！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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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傻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要不然我就只能让你去见你那个管命的女儿了。遭报应的。如果这个报应是让我在云顶别墅遭的话，那我也是乐意承受的。行了，别跟他废话。二婶，既然你这么不配合，那我们只好把你轰出去了。来下去！苏海潮、苏一涵，你们不得好死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妈！没事吧？云夏，我真的没死，妈还以为你……我们都没事。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手？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废物怎么跟苏一夏没死，还活着回来了？你不是说背后那人会把他给弄死的吗？闭嘴！我怎么知道？哼！就算你回来了又怎么样？我能让你消失一次，就能让你消失第二次。那你试试看，住手！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报警了！报警？正好我也要报警。云顶别墅这边有人入室行凶，麻烦你们过来一趟，谢谢。韩三千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你居然敢说我们入室行凶，这样传出去，你这不是让我们苏家颜面扫地吗？让苏家颜面扫地的人是你，你纵容苏一涵和苏海超行凶绑架我和三千，现在还来抢我们的房子。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脸都不要了吗？苏云夏，注意你的言辞。你自己脸都不要了，还好意思说这个话？今天但凡进了这个别墅，一个都别想走。韩三千，我们可是苏云夏的亲人，我没有你们这样的亲人。苏云夏，我劝你别太过分，不然我让你分不到苏家的一分一厘。你没资格说这话。韩总，韩总，这是您的收购合同。哼，韩三千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。只要我还活着，这苏家就不会有你这个废物来做主。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能不能做主？哥，我们苏氏集团怎么没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，这就一点点，你们就受不了了？韩三千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我们苏家怎么好不容易就没了？哼！要是你们当初能够对苏小姐好一点，我们韩总还会给予一定的帮助。可偏偏你们太贪心，不但进云顶别墅，还敢对他们痛下杀手。周管家，什么韩总不韩总，他就是一个窝囊废。他死了跟你没关系，他手里到底拿捏了什么把柄，让你这么卖了命的去帮他？你动了我的老板，还敢说跟我没关系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窝囊废，在我们苏家3年一无是处。宁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韩三千怎么就变成弱水房产背后的老板了？妈，
这是说来话长，但这是真的。不可能！你们撒谎！这若水房产分明是韩氏集团旗下的公司。钟管家，你居然叫韩3000这个废物老板，你难道就不怕韩氏集团知道了会怪罪上？韩氏集团，我姓韩，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，为什么会这么巧合？他就是我们韩家的二少，现如今韩氏集团真正的掌门人。啊，不可能，我不信。那韩家之前给我们苏家的聘礼，是韩3000送给苏银夏的。不然你以为呢？你觉得你配吗？给我的。当初娶你的时候，我没给你送任何东西，这是不给你的聘礼。希望你别生气，我送的太晚。之前啊，是谁说韩家二少要娶她？又说什么云顶别墅是给他买的？现在这脸打得疼不疼啊？你们年轻人才是！欺负你怎么了？啊，你刚才的那个嚣张劲儿哪里去了？妈，你还说要强占云顶别墅，还要把我赶去苏家，现在好，碰到铁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们可是一家人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你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们是你的家人？韩3000，我劝你别太得意。你要是稍微谦逊一点，我可以告诉你是谁想弄死你。哼，你觉得为什么我被绑架后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？外号陆一涵，你们涉嫌绑架谋杀，请给我们做一趟。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就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想，你看我们是兄妹的份上，绝不可能。走。仲良，把苏老太太请回老宅，不允许她踏出别墅半步。公司交给夏夏。是。韩3000，我可是苏家一家之主，你竟然对我这样！老夫人，请吧。3000，你是韩家二少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么多年说了这么多难听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妈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况且你对我处处包容，我跟夏夏现在也很好。好。3000，今天谢谢你啊，不只是因为你替我们母女俩解围，也是因为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说过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以前我对所有事情都很漠视，所以导致了你一而再的被欺负，这是我的不对。以后我会更加好好的弥补你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知道，是因为韩家的原因，你才心灰意冷，不想管任何事情。谢谢你的理解。以后没有韩家人欺负你，我会一直爱你，一直陪着你。夏夏，遇见你是我的幸运。我也是。我从未想过，在我与世界为敌时，他会那么勇敢地站在我面前。幸好有他。